如果你在减肥的道路上寻寻觅觅一道又好吃又上头又不会胖的菜，那么你一定要看今天的这一期视频。今天我们要来做煎鸡胸肉沙拉。在过去的2-3个月里面，我每个礼拜都会吃这道菜，然后体重大概下降了10磅左右。当然我还是有一些运动哈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赶紧来看吧。首先，这道菜有几个灵魂人物必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：鸡胸肉、菠菜和牛油果。这3个东西只要把它配在一起，基本上放点盐就很好吃了。然后呢 arugula 芝麻菜叶，你在任何油醋类的沙拉里面放芝麻菜叶，你这个沙拉就有灵魂了，我告诉你。然后咱们就开始来做了。首先我们的鸡胸肉，这里面是2个整块的鸡胸肉，大概也是1.5磅左右。我们把它拿出来洗干净擦干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切它了。这个鸡胸肉切的多大无所谓，但是它们一定要差不多的厚薄，因为一会儿我们会把它拿到锅子里面去煎嘛。所以呢，我一般都是会把这一整块鸡胸肉先把它从中间分开，然后你看它这个厚度基本上有2-3厘米，我就会把它中间再一剖2，这样它们每一块的厚度就会比较像，然后煎的时候呢就会差不多时间熟这样子。2块鸡胸肉我是一共片了8块，然后我们就要来腌它了。拿一个大的塑胶袋把这些鸡肉都放进去，然后我们来切一些葱。今天我家正巧没有洋葱，所以我就去地里面薅了一根绿葱。如果你家有洋葱的话，也可以用洋葱。把葱切碎，然后放到鸡肉的袋子里面，然后是1到2头蒜。如果你特别爱吃蒜，你可以多加一点哈。我家正好有我老公喝剩下的 IPA 啤酒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IPA， 它就是一个像中药一样苦的啤酒。来一点。如果你没有 IPA， 你可以用普通的啤酒，没有啤酒也可以用普通的料酒，也都是可以的。麻油也是这道菜的灵魂人物，我刚刚忘记介绍了。麻油当它把它腌在这个鸡肉里面，然后当你煎完鸡胸肉再跟芝麻菜拌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们2个的味道就会特别的配，不知道怎么去形容，就好像霍金说的遥远的相似性，你们懂吗？好，来一些盐，一些胡椒粉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把它稍微揉一下，然后放去冰箱里面冷藏。冷藏多久呢？隔夜是极好的，但是如果你来不及了，就1-2个小时也是可以的。好，你的鸡胸腌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来煎它了。我这里是用了一个 griddle， 因为我量比较大嘛，你完全可以用你的平底锅来进行这项操作。首先我们给它抹上一些食用油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鸡肉这样子挨个放上去。记得我们刚才切的是1厘米左右的厚薄，它每一面煎3到4分钟就可以煎熟了。这个煎鸡胸肉这个时间和火候还是挺重要的，因为你一旦把它煎老了，它的质地就跟水煮的差不多。这个用麻油和盐腌过的鸡胸肉，它煎完以后质地是非常非常滑嫩的，一点儿都不柴，真的相信我。好，3分钟到了，我们给它翻一个面。味道太香了，又有葱的味道、蒜的味道，还有麻油的味道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拿一块切开看看。已经完全熟了，完全熟了。那我们就把这个鸡胸肉都切成小块，然后放到盘子里备用。剩下的鸡胸肉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，你下次要吃沙拉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就行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切一些生菜。买生菜我一般都会买这样一整颗一整颗，这样可以保存的时间稍微长一点。生菜就是沙拉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食材嘛，如果你有其他的，比如说 kale 什么的，你也是可以用的哈。然后就来切一个牛油果，
把它这样子用刀割了，然后用一个勺子挖出来，然后再用刀或者勺子把它切成小块儿。你想要怎么操作都可以，然后放到一边待用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拌沙拉了，先放进去刚刚我们切好的生菜，然后再来放芝麻菜叶。这个芝麻菜叶是有一些苦的味道的，所以你可以酌量的加，因为我是特别喜欢，所以我加会比较多。然后再来加一些菠菜，如果这个菠菜叶子特别大，你可以稍微用手把它撕得小一点。把我们的鸡肉和牛油果倒进去。我一般如果自己吃的话，这个鸡肉的量是刚那个切的8条当中的2条的分量，然后牛油果我是用1/4个。下面我们来加一点 balsamic vinaigrette， 不要加太多啊，一点点就够了。再来几滴柠檬汁，如果你有新鲜的柠檬汁也是很好的。再来一些橄榄油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然后来一些盐和胡椒，然后我这里又加了一些 Parmesan cheese， 因为手边正好有嘛，撒一点就行了。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 cheese， 你也可以把它擦成丝放进去。再来一些核桃，一些杏仁碎，然后我们就来拌了。以我的经验，拌沙拉最好用的就是用筷子。把你的器皿这样折过来30度左右，然后用你的筷子去这样子搅拌它，那个动作有点像打蛋的意思。然后就做完了，就这么简单又健康又美味的一道鸡胸肉沙拉就完成了。我知道孩子都不太愿意吃沙拉，但是因为这个鸡胸肉煎的味道非常的好，所以你可以切一些鸡胸肉，然后加一些牛油果和一些面包，这样小孩也可以吃。如果你想知道秋的盘子里面的面包怎么做的话，继续关注我哟。